对于一般家庭的卫生间要比他们要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横长比较长。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看我对面有这么远，对面有这么远，好拆吗？没拆过，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就这个卫生间紧接着出来，它就是一个衣帽间。衣帽间啊，给大家看一下，衣帽间它其实就是做了也是一门到顶的柜子，不是一门到顶，反正就是做到顶了做到顶的一个柜子，也是用纯黑色。我非常喜欢这个纯黑色，黑白相间啊。那其实现在看不出效果，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是什么啊？效果是它这边也可以开灯，而且它这个灯是可以3个颜色去变。然后我再把它关掉，这个其实就是效果。我正常的在家的一个状态，我不会把灯开得特别亮。对，我正常的状态其实就是开这种微光灯微光灯，然后呢就可以了。因为只要就是我不摔到，其实都无所谓的。你太亮的话，我给大家开一下，就是我这个灯泡得有12瓦，非常的亮。因为它是缓起的一个效果，你看它现在就是纯亮的感觉，就显得就是很眩晕的感觉。那我平时我就不会开，我就这样，就这样就好了。那我照镜子，其实它是一个到顶的，因为这边放了很多东西嘛，这个除甲醛的一个机器，所以我就放在这儿了。你看我平时就这样平时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可以了可以了然后这柜子里边的一个设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就是我不喜欢叠衣服，我只喜欢挂衣服，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格。相反的都是这种东西，我就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挂在上面。对，我洗完了我就直接拿过来我一挂。我不喜欢叠衣服，所以我就一点我都没有设计那种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反弹器反弹器。你看这个甚至这个做到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做到了是一个就是长款的，就是我比如说我有风衣的时候，那我就把它，你看这个会更长它这个是更高的。然后这里边我也配备了电源。为什么要配备电源呢？其实经常住酒店的人就知道，其实酒店的就是熨斗和这个就是熨板，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里边我设置了电源。这里边设置了电源。对，它就是你看它也没有任何的痕迹，它就是一个无痕的一个门上面呢其实就放一些什么东西，放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衣物就是这个过冬的棉被衣物就可以了都放上面。下面其实我觉得放我和我对象的衣服是绝对够的对。然后接下来到了卧室，因为就是一直都没有人住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空，大家先看一下然后它也是一个灯，也是一个缓起缓灭的。为什么我一直都强调说缓起缓灭呢？因为有的灯它一开特别特别亮，就是导致人会不舒服，所以我这个灯是缓起缓灭那平时其实我也不会开这个灯，因为我觉得这个灯太亮了。后期我可以把这个瓦数再调一调，我就会开这个灯开这个所谓的灯带开灯带。我喜欢黑白，然后我就窗帘什么的都做黑白的从这儿往下看它就是一个酒店的一个感觉。你会发现我这个就是酒店的一个感觉，它没有那种传统的窗户，它是一个酒店的一个落地窗的感觉。对，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是它就是一个就
是我当时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千万不要那种民宅的那种，就是哎呀，就那个窗户，对我就是喜欢这种窗户。当时我还想说换这种窗户得多少钱，但是没想到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它交房的时候它就是这种啊，对，它就是这种。然后紧接着你看，就是因为我本来打算是出租嘛，所以我买了一个1.5米的一个铁床，也是黑颜色的啊。我就是会觉得说，哎，颜色统一化，就是咱们就是黑白就可以了啊，就不要有太多的颜色。那你看，就这个床啊，1.5米的一个铁床，300多块钱啊，1.5米的床300多块钱，我个人会觉得非常值的。啊，非常值啊，300多块钱的一个铁床，质量不错啊。因为我刚洗完床单被罩嘛，它底下有一个床垫子啊，这个床垫子也是花了600-700块钱买的。这边会有一个床头柜，这床头柜它花了也是200-300块钱，它就是属于一个就是首饰，它里边可以放一些首饰啊，然后它也是黑色加一个亚克力这个褐色的一个亚克力板啊，它其实就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你要说就是你要求品质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纯玻璃，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档次的，但纯玻璃可能会比较难打理啊，对。然后这边我是会放了一幅画，然后这边会放一个展示的一个台，对。你要说这个卧室大吗？它不大，但是你们会看你看我这个脚在这儿，然后我这边还有这么宽的一个距离。当时其实我对卧室的理解其实就是睡觉，我不会在卧室里就是我需要卧室特别大，然后在这里边来回跑跳，不会。所以就是你看我的这衣帽间它就会占的东西会大一些。正常我这个格局的话，很多家庭是会做2室1厅，会做2室1厅，但是我没有，我做了1室1厅啊。所以我这个房子很多人抢着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好啊，再有呢就是他们觉得我的设计不错，还有就是这个户型我会比较喜欢2个人的生活，一般小2口他就会愿意租我这个房子，但是我没租我这个房子已经到了1万块钱了，我这个房子月租已经到了1万块钱，我没租啊。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最低是8000多，对，我们小区最低都是8000多啊。对，所以就是我们这边的房子其实就不抽租，对，所以现在你看我平时我也不在这住啊，但是其实我就想着说，可能以后还是会出租嘛，对，可能会出租啊，因为现在所有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在的摆设其实就是按出租的标准去弄的。正常的我觉得我不会买这个床，对，但是我觉得300块钱性价比比较高啊，对。你自己住的话多少钱一个月？你自己住的话多少钱一个月？什么意思？我没懂。我自己住的话多少钱一个月？我的房子你问我自己住多少钱一个月是什么意思？能抵月租吗？不能，我这个月供大概在2万3左右，就是你不在自己家住。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啊？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我没听懂啊。对，对，他平时我觉得就是这种效果啊，就是这种效果。对，我自己住的话，我不会开特别亮，我就这样，我觉得挺好，就这样就行了啊。
对，它这个是没有门的啊，因为我这个就想要一个门，就是这个门啊，就是这边有一个液压器，所以就我每次去开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拉，但是外边人想进来的话，我不让他进来的话，我这边是可以锁的，就锁上了，他就进不来了。我一拉，然后它会有一个慢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效果，你看，等会儿慢慢合起来，不用我管，然后它就做到了一个无痕，对，它做到了一个无痕。其实我近期我比较满意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窗帘儿，我个人会非常喜欢这种高的，然后又这种就是纯颜色的这种窗帘儿，而且它又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绒布的感觉啊。这个绒布啊，真的质感绝了，质感绝了，对。这个是在抖音上买的这种小灯啊，大家可以去买，非常便宜，不到100块钱啊，不到100块钱的灯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看到效果了吗？不到100块钱，这个我对这个沙发颜色不太满意，我觉得就是我心里的黑是这个窗帘的黑，它这个不够黑，就它这个沙发不够黑。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装完修以后，你会发现黑色有好几种黑，白色有好几种白，就它真的就是，你这没办法，这是，它这个应该是个材质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纯黑、亮黑，我比较喜欢啊。对。谢谢你的礼物啊！对象在家里还穿这么拘束，那不然呢？为什么喜欢黑色啊？个人喜好吧，个人喜好，就是我之前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荧光绿，但是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会觉得黑色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穿短袖，我也只喜欢黑白，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炸的那种颜色，这可能更上档次吧。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现在黑色是更上档次，白色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白色大家用的太多了，但我觉得真的黑色真的上档次。电视柜干嘛搞个红的？因为我这个灯是红的，我这个灯是红的，所以我就说把它也弄成红的。对，因为这个电视柜它其实我买来其实是放那个我酒吧里边的，我酒吧里会有一个，就是会有这种
家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个他俩其实是一套，是用在酒吧里边的，就很简单啊，就他俩会让我单独拿出来了，这个灯当时也是花了400-500块钱吧，这个柜子更便宜，这个柜子200多块钱当时，因为便宜我买了2个，还有一个在店里。因为现在是我没有住在这边，所以我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拿来这边。其实我住的地方好多东西要拿这边来，但是因为太大了，我的车还放不下，所以觉得找不留。而且现在也没有打算住这边，就是可能会半年之后才会来这边住。确实我觉得会有甲醛的一个问题嘛，那我就先不过来住。看见到处是阳光。白头发多了，是的。希望再多一点。现在就是黑不黑白不白的，其实挺烦的。就是希望就是再白一点，省着我染了。深圳这个地段应该不便宜，深圳的房子就不便宜，深圳的房子就不便宜，无论说哪个地段它都不便宜，便宜，对，它不算便宜啊。但是如果说我跟龙二站在一起的话，你们会觉得我和龙二谁年纪大一些？就是你们真心的去说这句话，因为我想知道一个答案。就你们觉得我和龙二站在一起的话，你们觉得我俩谁年纪大一些？说真心话啊，差不多哈。龙二年纪大一些，我老一些，还有吗？差不多。我大是不是？因为他没白头发。因为我新剧里边要演他的老板，就是整个的颠倒过来了。就上部戏其实他可能算是一个老板，但新剧我演他的老板，所以就是我想让自己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啊，所以就是头发我也不打算染了，为了这个角色还是要就贴合一点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俩，在我心里他是比我大的，所以对，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的观众视角，对吧？显得小一点，东北大爷们都这么成熟，也没有吧，也没有。龙二不留胡子，是哦，没看过他留胡子啊，他有胡子吗？没关注到他有没有胡子这件事情。还有芝麻三吗？没有芝麻三，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啊。
芝麻其实演到第2部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了。他的店我有没有参股？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商业上的一个互动啊，没有这个合作。但是其实，如果说他感兴趣的话，其实酒吧他可以掺点股，因为这是第2个酒吧了。新剧和芝麻2是不是剧情差不多？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可以理解，新剧其实是讲的我日常的生活。新剧讲的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我来深圳3年的生活。就是我来深圳3年的生活，然后步入到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事业嘛。但是事业里边也会掺杂很多的爱情嘛，对。但是就是新剧我其实不算是主角，但是确实是在讲酒吧的一些事情啊。就新剧我是个配角就是龙二和卡爷是主角你们可以看他们，特别是这次卡爷的戏份是最多的，应该算是你们可以看过瘾了。可以演别人的故事，不一定只演自己的故事是这样的那个尤金，我觉得我们看剧是要有就是戏剧性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呢其实比较平，我的生活算是比较就是稀奇古怪的事都会遇到。那所以就是我如果说要去演别人的话，除非这个人他是非常精彩的人生，那我可能会去就是才有就是有一个理由去拍别人的故事。比如说就是平凡的爱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不动人不抓人，我就不会去演对，我不会去演那种就是比较平的，因为本身我们演技就没有那么好，有的时候也是要在剧本上就是筛选一下说我1970年的一切都是新剧你们会看到我觉得会看到很多话题新剧你们会看到很多的话题，比如说从小被说自己娘炮，然后出柜逼婚，然后还有就是说被主播骗还有就是就是可能为了工作然后身体不好，对，就是就是其实你看了这部戏，我觉得大家会找到一些自己关心的一个点而且这部戏没有绝对的主角，但是就是他其实是有主角的，就是卡爷和龙二他算是主角嘛，但是其实每个配角都很精彩每个配角都很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剧本杀，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玩过。我们玩剧本杀的时候就是PD， 你们叫 PD 吗？还叫什么就是那个不是 PD 那个就是就是主持人会给你们每个人发个 DM， 对，就那个 DM 会给你们发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本子嘛，然后让你去阅读你的角色，然后你这个角色会在整个的故事里边，你是一个以你的视角去演这个故事，所以他其实就有点模仿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分支，再加上大家看不看过那个国王排名
国王排名大家看过吗？国王排名就是它一个动画片儿，然后动画片儿呢，它其实就讲了一个哑巴王子的故事，但是大家就会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哑巴，或者他妈妈是怎么死的，他爸爸怎么，就是会单独的每一集去讲他。对，所以就是这个剧情是不偏向任何人吧，就是他没有绝对的一个好人坏人视角，主角视角没有，他就是就是以观众的视角去陈述一个故事，就是全方位的把这个故事讲透了，这个其实这个故事会呈现很多东西，会加入忘年之交吗？不会啊，不会，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老年的生活，其实我没经历过，我不知道该怎么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年的一些朋友去跟他讲戏，因为我觉得年长的人可能比我们阅历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没办法讲戏，就是我们的受众群体也不是老年，就我开酒吧，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深圳是老年中年那种酒吧是非常火爆的，但是我来深圳3年，我从来不吸收这些客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擅长。就深圳是一个老头乐的城市，所有的同性恋基本上都，也不是说所有的同性恋，就大部分的同性恋酒吧都是老头吧，都是老头吧。那，我做酒吧3年，我没有改变过，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来深圳开酒吧，或者说他决定开酒吧，他其实慢慢的都往老头吧去了，但是我没有，就是我不擅长，可以邀请小智去演吗？小智是谁？你有大美熊吗？大美熊是个人吗？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现在还不涉及到一些什么特定的一个年龄段，演员应该定了，演员都定好了，优熊，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优熊是什么样，反正我们已经就是再去挑一些我觉得符合我的审美的人了，你见过我？我见过你，你是哪位？看到你的心跳。对，剧本都是我写的。赤溪小智渐渐起飞了，他们的作品不错，我不认识，没看过有机会下部戏，大力的心跳。富贵小叔，那个就是这个从你家路过我跟你讲个道理，从你家路过我跟你讲个道理，就是你推荐的这些人，可能你觉得不错，但是呢，人家不一定想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他想演，他可能不适合演，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推荐没用，你得是人家来演，对不对？你在这块就是你可能是作为粉丝你可能说建议他来演，但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能懂吗？
就是这种事儿呢，就是还是他们自己自愿的愿意去做这个事情。这次主角会多元一点吗？还是主角以熊为主？应该是以熊为主啊。就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我已经就是不觉得说有固定的群体了，就是就我现在我会觉得卡卡，你问我说他是什么类型，就没有定义他熊或不熊，因为我不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就固定去找熊。我如果说有合适的猴，演技演得好的猴，我也愿意用，但是就是我的社交圈子没有我的社交圈子就是想认识猴的没有猴，而且就是一般就像那个这位朋友说的，中年基本上都胖，就是那种猴基本上都很年轻就是你我给你反过来说，就是一般的猴都非常年轻，年轻他是演不出来戏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是年轻的人他演不出来那种戏，特别是生活剧，他没有这个经历，他体会不到所以就是给他剧本他读不懂我们之前尝试过找一些年轻的演员，对他不懂，他找不到感觉就一个人，我觉得他各种状态都非常好，比如说他皮肤好，然后他娃娃脸，他甚至就是40了长得像10几岁的这种人，其实我觉得他一般他都演不了戏。为什么呢？每个人他沧桑或者说就是变胖变老其实都生活，他能做到一种就是从内而外的优秀那种气质那种状态，就说明他的生活是没有烦恼的。没有烦恼的人，你让他去演戏剧，我觉得他演不了，因为生活剧里边基本上都是问题叠着问题，这是生活剧。如果说一个人他开心，那他演什么剧呢？这个剧他有什么看点呢？他一直在开心，对吧？那就是他就是没有戏剧冲突对。就我们其实很想尝试用猴，但是猴真的是，就是猴真的是用不了，因为就觉得哎呀，太年轻了现在猴都比较年轻，再一个，因为我们其实我拍了这么多年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固定的熊圈的，然后就会给我一个标签就给我一个标签，然后就是人家我找别人拍戏，有的人就说，哎，他不是拍熊剧的吗？拍熊剧的，他就会觉得，哎，你拍熊剧的，我去干嘛去？或者说，你知道，就是我们酒吧经常会有一些人，就他们不会来我们酒吧，他说你们不是熊吧吗？我说不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对，大家会，找呆萌拍个情侣档剧，呆萌又是谁呀？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们这些就是别人的粉丝，这些朋友就是我知道你们喜欢一个网红或者说一个主播，但前提你们在推荐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先让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人家愿不愿意，能懂不？人家都没有说什么，然后你们来去帮他说完之后呢，人家压根就不会演，或者说人家有正经的工作，人家不能出柜，那你们推荐有什么用呢？对吧？你推荐人家就是很怕自己出柜，然后你推荐人拍戏，就这种推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说让别人来拍，那你说错了，你应该去找他去说你不应该跟我说，对吧？就是你们直接就找你们就是呆萌也好，或者什么小智也好就是你们去找他去说，让他们来找我，对吧？这个是一个先后顺序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其实你看他各方面都好，但是你可能都不知道他生活当中他已经结婚了，或者说他
就是在那个国企，他怎么可能演呢？对吧？故事主角是现在能说的吗？是白脸还是延续之前的故事？不是啊，我都说过了。我说过了，这个新剧呢，其实是讲我来深圳后3年的故事啊，因为我来深圳已经3年了，讲的是我在深圳的故事啊。方便透露吗？不方便啊。我在国企，白里图，你说对啊，就有的人他不方便的，嗯。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深圳的视角，就是你们看这个剧，你们就知道，就是说，哎，原来深圳这座城市的酒吧的一个生活是这样的，对，就是，嗯，因为首先你们不了解酒吧，你们更不知道就是酒吧老板每天在做什么，酒吧的内容是什么，酒吧里边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讲的是我我们深圳的同性恋酒吧的一些事情，然后又这个故事里边的一些人的他的爱恨纠葛吧，也没有到恨，就是爱情、生活压力，其中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故事线，其实就是在讲，就是说他从小被骂娘炮，然后呢，他很在意，就是别人说他是同性恋，但是他长大了以后，他找了一个男朋友，但这个男朋友呢，在抖音去分享他俩的一个日常生活，但是被那个就是从小被骂娘炮的那个家里人知道了，然后他家里就是就是跟他断绝关系，只有他妈妈还在跟他联系，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无助，然后他就跟自己的男朋友就闹别扭了，最后冷战时期呢，他又开始刷直播，然后就遇到了一个主播，这个主播就忽悠他钱，他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就是欣赏他、赞美他的一个人，但最后这个主播还是在骗他的钱，他想不开，他就自杀了啊。其中有一个角色是讲的这个事情啊，对，这是其中的一段啊。真的，圈内有喜欢娘炮的类型吗？我我不觉得什么是娘炮吧，就是我生活当中，我曾经接触过，就是所谓的娘一点的人，我接触过稍微娘一点的人，但是我也跟他谈过恋爱，确实会有一点点难受，就是这个难受其实不是说两个人接触的难受，是面对路人的难受。那个时候我接触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美发师，然后他就是可母了。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没有觉得他母，但是只要一出去，然后别人就会指指点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分手的原因，就是不是我决定跟他分开的原因。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一喝酒就他可能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型，他可能从小就是被骂娘炮之类的，他一喝酒他就会放大这种自卑感，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接受不了一点，接受不了一点啊。拍了剧有什么渠道可以播出？一直都是 B 站和油管，我们会主要是这两个方向。B 站呢是针对于国内，油管呢是针对于台湾、日本还有泰国、缅甸、越南这些因为其实我们越南的粉丝还蛮多的，对。
我知道你那个前任是谁，他是小李子。小李子是干美发的呀？啊，小李子是干美发的呀？你首先我不喜欢熊啊，第二个就是说，我跟小李子见过一面，见过一面，就是不是一路人啊，不是一路。B 站怎么看？用眼睛啊，用手机啊。对，他现在染上那个了，你也查一查。首先，这个大熊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到处传其实不太好的，我知道你可能说的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你到处传这个事儿不太好啊，就是给自己稍微留一点儿留一点儿，就是你别到时候人家很介意，是不是？小绿和小蓝，小绿和小蓝是什么？又是什么？在抖音不可以，抖音会因为题材会屏蔽掉。这还用我说？那也不用你说啊，就不用你说，好吗？就是不用你说啊，而且就是说你别在这块就是说拿这个东西到处说啊，毕竟不是你的事儿，你不要说，能懂不？啊，B 站用户就是你搜 B 站就好了，B 站你搜 B 站就好了啊。抖音人气最高的 APP， 就抖音播不了，因为抖音很多关于圈子里的东西，它就会自动的去屏蔽掉，它会限流啊，或者说就是会直接给你下架呀之类的就是还是不能在抖音去。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通过抖音，然后去发片段，然后才认识我的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们官方的去发，其实就不太好了。B 站怎么开放吗？什么意思？对，还是在哔哩哔哩啊。怎么感觉你头发白了很多？B 站怎么看？B 站它其实就是比较腐文化。B 站其实之前我了解它就是一些腐文化，腐文化就是腐女看就是男童，或者说就是会那个耽美，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以这个比较早期就是以这个起家的有这种感觉。但是你想看一些色情的东西没有就是可能它对于某种题材它其实是比较宽容的，对，包容啊，不是宽容，什么包容啊，包容，对。见到处是阳光。哎，充电宝呢？瞎了。还有时间里。
其他地方你刷不到。我已经有一段时没时间啊。你们看到看到我是因为剧，但是我的生活其实算是比较精彩。就是我现实的生活是比较精彩的，因为一直在去挑战自己啊，所以就是没有太多时间。我只能说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是专职的去做自媒体啊，现在是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啊。怎么个精彩啊？怎么个精彩？就是我给大家说说我的精彩点。就要这么说吗？怎么精彩？就是我怎么说？就是你们问我精彩的点是怎么回答？跟炎亚纶一样，我比炎亚纶要精彩。对，炎亚纶没有我精彩。我跟大家说说我的精彩吧。我的精彩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精彩的点啊，我觉得我比较精彩的点是什么？就是我首先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就是在唱歌上有一点点小天赋，但是我的天赋其实后期我会发现，就是我的天赋不在流行演唱上，我在那种民歌上。就你们说，就是有的时候我唱歌有点像刘德华，其实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点声乐。就是小学的时候学了点声乐，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记不记得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喜欢就是声音厚，就是你高音的时候你把这个声音厚度就是加上来就觉得好听，所以我的唱法里会有一点点就老派，所以但是在小的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蛮厉害的，然后对。然后会去里拿比赛啊，或者说我课间的时候就会被老师叫到琴房，然后去对去唱歌之类的啊。然后到了初中以后，其实就是人生的比较低谷的时候，这个咱们不讲了。就出了社会以后，因为我的学历只有初三，我初三没毕业，我就出了社会。但是呢，我的到社会里的精彩的点就是我18、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管理了。19岁、20岁吧，19岁、20岁差不多，20岁吧，20岁我就开始做管理了。就做什么管理？就做那个什么，酒店，就是饭店的那种大堂经理。然后我是因为学历比较低，然后年纪又比较小，然后我就谎报年龄，我就说我自己已经27、8了，25、6了之类的，然后说身份证就是跟实际不符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强逼自己去看那种就是餐饮的那种视频讲坛，会专门的去学那些专业术语，去看一些管理的一些书籍。
后来就去当管理了，就当管理了。当管理以后，然后我2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就是23、24岁的时候开始做店长了，就是工资可能就是比较有保障了。然后24岁下半年我其实就已经辞职了，因为我就已经不满足，就是说自己一直在服务行业，不满足自己在服务行业，所以我就25岁的时候我就辞职了，然后我就谈了个恋爱，谈了个恋爱以后，因为我就接触到了直播，所以我就开始做直播了。等25岁的时候，我做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每个月就赚钱嘛，对，那个25岁才真正体会到赚钱的乐趣。然后25岁，因为我是直播的头一批，后期就是开始什么咸蛋家呀，就是那个小兰呐，就这些直播才起来。起来之后，其实就觉得自己有点吃力了，然后我就开始出歌、写歌，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出歌、写歌，因为就是一直都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就开始写歌，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发表出来了。后来就粉丝逐渐的增多以后，然后在26岁的上半年，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你们口中说的金主，但其实就是一个对你有好感的一个，就是算是富豪吧，就是对我有好感的一个富豪的一个哥哥，然后他就出钱让我去音乐学院去进修，然后27岁的时候我就上了音乐学院，但是学了2、3个月我就没有再读下去了，因为听不懂，听不懂。然后27岁我就因为那个富豪就是每个月会给我生活费，就是上学的生活费，然后因为那个生活费我用不完，所以就是存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拍网剧，拍网剧。然后27岁年末的时候我就开始拍网剧，然后也是圈子里的嘛，但是就是骂声一片嘛，但是火了，就当时拍了2集出来，然后骂声一片，火了。火了之后呢，我就不甘心嘛，对，不甘心，然后我就继续拍，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大家低估了我，因为那个本身它也不是一个网剧，它其实就是一个MV，然后就是所以它不连贯，所以很多东西它其实都不好。后来我就不甘心，然后我就说那我要去做这个事情。结果2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拿出我所有的钱，然后就开始拍剧。这个拍剧的过程当中，那个富豪哥哥知道就是我网剧有一定的反响之后，他就是愿意出更多的钱让我去拍，他觉得我在这方面也有天赋，所以他又出了将近20-30万去拍。然后28岁我已经就是有人气了嘛，就是微博的粉丝已经超过30多万了，然后本来想着就是29岁的时候能继续拍下去，结果中途演员就是不演了，然后30岁的时候我就又筹备了另外一个剧叫芝麻，然后芝麻其实算是让我真正就是正规起来了，就是正规的在做剧，然后因为芝麻的缘故，我就算是在圈子里的人气就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会有一些商演找我，就是会有一些商演，
然后我就来深圳这边商演，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可能有一点点知名度，所以有人就想跟我合开酒吧，然后我就没同意。后来我就在30岁的时候，我决定我自己要开一间酒吧。但是我之前对酒吧的就是完全不了解嘛，因为我之前也不去酒吧，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自己想往这方面走。然后30岁的时候，我就一个人从北京带着猫和狗，来深圳来开酒吧，然后就开始了自己酒吧的生活嘛。然后一直到现在3年过去了，不能说赚钱了，但是我们开了就是在筹备第2家酒吧。然后，对，我觉得我还挺精彩的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我没做过的事儿，但是我去做啊，就这个我觉得比较精彩吧。对，对，芝麻二，芝麻二，芝麻二不算精彩啊。对，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是精彩的。现在我33岁，然后就是有有有一点点小知名度，然后有自己的小事业，物质这块儿也差不多够，然后还会有冲劲儿，还会有梦想，还会想着就是说继续有灵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33岁比较精彩的点。就是对33岁，你看，我很怕就是我没有想法了。就是我很怕我没有想法了，就是我要安稳下来，我觉得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对，有伴儿吗？有，就在旁边坐着呢。我91年的，91年的。对，我觉得我精彩的点就是这么多年，好像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是这点就是我生活没有，就是我到了25岁之后，我生活没有压力了。就是就没有那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就是生活里没有无可奈何的感觉，就是凡事都随心走了这个我觉得是我精彩的点。我想做什么我就尝试，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阻碍，没有。交朋友途径比较好，交朋友途径啊，我不太懂，我不太懂。东北人呢，我祖籍是黑龙江大庆的。对，黑龙江大庆的。孤单简直绝了，是不是？孤单那首歌其实也是，我给大家讲一讲孤单这首歌是怎么形成的啊，也是因为一段感情经历，其实跟我开酒吧也有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应该是18年1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是已经待了2年左右了，然后一直都在做自媒体嘛。后来就是在北京，我就因为自己小有名气，然后就在那边认识了一些圈子里的大哥大姐吧。就是算是比较就是生活水平比一般同性恋要高一些的人。然后就是跟我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大姐，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要开酒吧，他酒吧要开业，然后说那个咱们去支持一下，去溜达溜达，让我穿上我最好的衣服。结果我就穿了一身 LV 呀，什么什么 Prada 呀，反正就是把最贵的东西全穿上了啊。然后我就就是去应酬这个别人酒吧开业嘛。去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天，这个酒吧开业真的是有点像那种，就我没想到这个是这么排场这么大的一个酒吧。我去了以后，然后居然有那种签名墙，而且它是在这个酒吧是在就是北京特别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环境特别好，就是我没见过这种酒吧，我甚至都没见过，电视里都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很贵，然后很洋气。后来我去了以后，然后就在那里边。就是长见识嘛，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要充钱，就是因为那个是他们的朋友嘛，他们就要充钱，就是支持一下，就是每个人就是大概充个10000块钱、3万块钱，就这种，因为朋友开酒吧，你可能要支持一下。然后我跟那个老板我又不认识，但那个老板那天还过来敬杯酒，但是我跟那个老板其实就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是就敬了一下酒，敬了酒，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挺好的。当时也是虚荣心比较强，就觉得说，自己花10000块钱能融入到这种环境里边，其实也蛮好的。所以我就跟我那个大姐说，我说，哎，那个我也想充点钱。后来我就充了1万，充了1万，那你充了，那你肯定得去花掉嘛。第一天就是我们没花钱，后来我自己请别人去，然后我就花消费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剧组在那边聚会，然后我就在那块消费，老板就过来了。那老板是一个胖胖的，然后戴个眼镜，然后就是北京人儿，就看着不像好人呢，反正就是一个小胖子就过来了，然后就跟我喝酒。然后因为我去的比较多了，然后这个老板，我觉得老板一开始会拿我当顾客，然后他为了促进我的充值，因为我在那边大概2个多月，因为我也不经常去嘛，但是我至少我充了将近8、9万块钱应该有了，就是我在那边就是充值8、9万应该有了，反正每次都花掉，因为他那边喝一次酒就大概2、3千，就是5000多啊，就一瓶酒就是2、3千啊，就一瓶酒是2、3千，然后在那边喝一顿酒就是5、6千啊，就是那种，所以就是消费挺快的，然后就没事就充，没事就充。然后后来这个老板可能就是说，可能对我有好感，或者说就是他可能这是一种营销方式。后来就我充1万，他给我送1万，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那个想让我常过来嘛。然后他也知道我可能就是不像那帮人那么有钱，所以他就充1万送1万。老板是干啥的？老板是老板，老板是老板啊。然后呢，就是我充1万，他送1万，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就觉得他就对我就是产生好感了呗，产生好感了，然后就我一到那边消费，他就过来送酒啊，或者说就是会陪我唱歌啊之类的。就那个地方是，就是你们可能就是说一瓶酒5000块钱，可能有点可怕，但是我跟你们说，就这个地方是谁会去呢？什么欧豪啊、吉克隽逸啊、张韶涵呐、什么就是马迪呀、就反正就这些明星去的地方，就是我经常会看到，就是说，我在那个酒吧遇到吉克隽逸2次吧，对，
就几个军1-2次，就他其实就是小明星会在包间里就是聚会的那种，它是比较私密的一个酒廊性质的，跟一般酒吧是不跟你们想象的那种就是大厅的那种蹦迪的酒吧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就是后期我就觉得，你像那个就是后期，他下午约我去下午茶，在那边他有下午，下午茶，然后他就会给我介绍原麦山丘的，原麦山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原麦山丘的老板娘，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喝下午茶，对，然后就那个时候眼界就是打开的特别快，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好像都非常厉害。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虚荣心也是比较的迅速成长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上进心也是飞速的在往前走。后来呢，他就别当你是乡下人，我没跟你互动啊，就是咱们就是后来呢，就直接就是他就开始追了嘛，他就开始追我了嘛。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对他没好感，为什么呢？因为她有男朋友，而且她男朋友就在那个酒吧工作，然后我又知道其实，就是他挺不靠谱的，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刚跟我第3任分开，所以我就一直没同意。但是呢，就是我还总去那儿消费嘛，所以跟那个人就是关系就是越来越近，直到后来就真的是被他强逼的，强逼的，就是说，就是他会强吻我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了，就是我对一个人喜欢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亲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嘴里没味儿，就我觉得就是我对一个人真正动情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俩接吻的时候，我觉得他嘴里没味儿，那我一定是喜欢上他了。就我对不喜欢的人，我会觉得说，哎，他嘴里有味儿。对，我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但是她依然有男朋友，然后我就一直是在拒绝她。但是其实那个酒吧，其实所有人，包括他们员工都知道，就是就他们员工都比较尊重我，就可以这样说。后来就是我其实已经慢慢喜欢上她了，但是就是因为她有男朋友，而且她男朋友就在这个周围，而且她男朋友其实人也蛮好的，我就不想做这种事儿。后来可能就是一直在拒绝人家，她追了将近小半年了吧，应该有3个月啊，3个月追了3个月，然后我也没同意，俩人啥也没，就是只是接过吻，没有进行到下一步，所以他逐渐的他就觉得说我在吊着他，然后其实我没有在吊着他，就是我也不想去破坏别人，但是其实心底其实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就是他后来他就会觉得说，哎，追我，他觉得我吊着他，所以他就有点生气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飘了，我有一点点觉得说，哎，我在这个酒吧就是很有归属感，就是因为他们员工，包括他的那个就是管理层的员工都比较尊重我嘛，所以我有什么重要的就是聚会啊，邀请就是那个就是应酬啊，我都会安排到这边。后来就把我身边一个朋友也带到这边来玩儿。这个朋友是搞摄影的，因为当时我们要有一个摄影师，所以就约他来这边来谈事儿。后来因为这个人，当时我就会觉得说他比较
老实，所以我就带他不是来一次，就来很多次。后来我就没太在意嘛，直到有一次就是那个酒吧老板请我吃饭，请我吃日料，然后呢，这个人也在，就是酒吧老板，还有我这个朋友，就是搞摄影的朋友，还有我们仨吃的。当时我其实有一点点察觉，但是我觉得是酒吧老板在追求这个摄影师嘛，但是这个摄影师因为是我的朋友，我就比较放心，而且他是比较，他可能喜欢的类型也不是酒吧老板的类型，而且我也没跟酒吧老板确定，我就不去干涉这个事情嘛。直到有一天我们一大帮人在那块喝酒，然后我就看见酒吧老板和摄影师坐在一起了，然后他俩在争吵什么，然后我就过去问了一下，我说你俩在吵什么呢？他说没事儿。然后后来他的员工们就看出来他老板就是情绪不太对劲儿，那意思就是说让我去劝一劝，因为他觉得说我跟他们老板是那个关系嘛，也问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又过去了，还是没问出来。然后后来这个酒吧老板喝多了，他就拉着我的手，另外一个手拉着摄影师的手，就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紧接着那个摄影师又把我拉到一边，他说图图，感谢你让我认识了这么多有能力的朋友，假如说我跟酒吧老板在一起的话，你不会生气吧？我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了，我说我不生气。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还在想，就是说可能是酒吧老板在追他嘛。我说我不生气，我说你只要就是因为我跟他也没什么就是实质性的关系，我俩啥事儿都没有。我说你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就是比如省着3个人尴尬。但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俩早就搞在一起了，他俩已经就是发生了什么，然后那天就是酒吧老板就是已经喝的不行了。然后就拿起麦克风，因为他是那个大包间嘛，里边坐了将近10多个的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他拿起麦克风，他就要宣布一些事儿。我说，因为我就知道他要宣布什么。我说，我说咱们仨去旁边包间去说，没拦住。他就拿着麦克风，他说什么什么，我跟谁谁谁在一起了。就宣布了这个事情，我在旁边就非常尴尬，我甚至都已经就是心就是已经抖了，就是我已经就是已经站不住了，因为我这个人一激动吧，我就是会浑身发硬，然后就是发麻，我这人是会这样的，对，然后就已经站不住了。然后我就起身，我就带着我另外一个朋友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半年没跟他们联系，因为北京这个圈子其实大家蛮实际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身边的朋友明知道是酒吧老板的错，但是他们依然跟酒吧老板关系密切，然后会有点边缘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大家的三观怎么了？但是后期我就明白了，因为北京就是这样，他们不看谁对谁错，甚至有的人还会觉得说，百里屠夫太傻了，就这种事儿他怎么能容忍呢？就是意思就是跟他们对着干呢之类的，我就是很生气。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就写了《孤单》这首歌，我就在家写，然后其实一开始孤单的词全都是骂他的词，后来就是真正要发表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个词改掉了。后来这首歌出了以后，我也没告诉他，
这首歌是写给他的。直到后来，就是又多年以后，就是我拍芝麻火了以后，然后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大佬。这个大佬呢，我就带他，就是那个时候我跟那个酒吧老板已经和解了嘛，就是因为，哎呀，成年人没有什么仇恨，再加上我跟人也没怎么样，后来就是又在一起喝酒，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大佬去那个酒吧去消费，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深圳了，所以我不在北京的时候，那个大佬和这个酒吧的老板呢，就是总聊天儿，因为那个大佬也喜欢我，所以他就跟那个酒吧老板就是没事他俩就研究我，就是说，哎，那个百里图到底咋想的？酒吧老板就跟他说，哎呀，百里图就会钓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酒吧老板，他会觉得说我一直在钓着他，所以就是那个大佬喜欢我，然后我又没同意，所以那个大佬就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然后这个酒吧老板就说，哎，百里图惯用的伎俩，他就会钓人。后来他们可能喝多了，就讲起曾经的一段事情，就是他宣布说跟别人就是跟那个摄影师在一起。然后是那个大佬告诉我，他说我们那天聊了就是 KTV 的那个事件，然后大佬说其实那个酒吧老板跟他说的是那天其实就是为了故意气我。后来他跟那个摄影师在一起半年多，他就跟摄影师分开了，因为他是不太喜欢那个摄影师，但只是那个摄影师可能比较出现的时机就是比较能缓解他在我身上的那种就是委屈感吧，就因为摄影师可能比较听话一点，就是可能他就会觉得在我身上就是很没办法，对。摄影师娘吗？摄影师不娘，摄影师很好看，对，摄影师提供了情绪价值，是的，就是因为酒吧老板其实经常会喝多，然后他其实也需要别人去陪伴他，或者说就是就给他一些就是精神上的一个支撑吧。然后我又顾及到她有男朋友，所以就是我一直都就是我跟酒吧老板我们见面有的时候会吵架的那种。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好妹妹乐队的那个张小厚在酒吧里边，然后我们在同一个包间就是唱歌嘛，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酒吧老板我俩就在卫生间大吵，然后出来以后就是张小厚他们就能听见嘛，然后我身边那个大姐说，我就问她，我说，哎，我们刚才吵架声音不大吧？她说所有人都听到了，就是对。对，老板的男朋友估计被甩了，就你们怎么不懂呢？就是就是我给你们讲故事，你们会按照一个常理的去理解，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在北京，他们也会觉得我不太正常，为什么呢？一个酒吧老板，然后他有男朋友，他难道就不可以处第二个男朋友吗？就你们的思想就是思维，就是我就知道你们的生活其实很墨守成规嘛，对吧？对，他其实就是他就是想要两个对象嘛，对，他就是想要两个对象，对，他就是想要两个，就是我接受不了，但是那个摄影师能接受，你们能懂不？而且就是摄影师跟那个酒吧的老板，其实他们的也，因为他后来摄影师干脆去了那个酒吧工作，他跟他的原配还总能见面，你知道吧？我其实能理解，但是我做不到。但是当年我连理解我都理解不了，你们能懂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每个人不一样，能接受两个不？我当然
现在我觉得我这个阶段是能理解，但是我不会去找两个，因为什么呢？我没能力。人家那个酒吧老板，我个人会觉得说，那个酒吧老板和酒吧老板之间其实差距很大的。我现在这个酒吧，就是他现在的酒吧能买100个我这个酒吧，你们能懂不？就是你就想我这个酒吧，比如说我这个酒吧大概是100万，他那个酒吧至少得1000万。据我所知，他那一个酒吧就是连就是整体的那个就是成本大概是在几千万，5000万左右。就是他这个酒吧的成本就在5000万左右，就是从装修啊到怎么样，就是那个地理位置就是五千万。我这个酒吧可能150万，对，我这个酒吧就150万，就是他酒吧和酒吧老板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到现在其实我能做这个酒吧，包括我有做酒吧的一个意识，其实就是因为我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酒吧老板。所以就是每个遇到的人，他都会改变我的生活轨迹，这个我非常的去相信这个，对，我会非常相信，就是每个人出现都会影响你。做0.5好还是做1好，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没有什么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取决于取决于你们自己。你就像我的话，我是不太能理解，就是做0.5这件事情。对，我能就是我能理解，但我接受不了，就是你让我又做1又做0，我不行，就是我在感情里就是就是我跟一个人的一段感情里边，我只能是一个角色，对。我的酒吧在深圳，我觉得能给对象安全感，那是你觉得就行。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实话，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所有的0都希望自己老公是纯1啊。我跟你们说这句实话，你们自己去理解。所有的0都希望自己老公在外边不要做0，是个纯1。你们说0.5能给对方安全感，我觉得是屁嘞。你们问过0的感受吗？你们能接受自己老公在外面做0吗？我觉得不能他能接受跟你在一起做0，对，但是他绝对允许不了他在外边做0，对，就是这样，什么0.5怎么样，可能自己想的，对，对，我觉得那个还是说都好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别人危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伸出援手，这是一句美好的意愿，一个话。但是别人真的有危难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伸出援手的。说痔疮仪行就从根源上解决这个事情啊。如果但是0.5，你把这个语法弄好啊。如果但是0.5，只给自己对象做，这可以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会相信你男朋友当时给你发裸照的时候，他只给你发裸照吗？
你们仔细去分析一句话，就是说，你跟你男朋友是因为一张裸照、一次约炮认识的，不能说这个词，就是你相信你的男朋友只跟你，他唯独跟你，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就比如说我跟小大夫认识的时候，就是我一直用言语骚扰他、勾引他，但是他从来没给我发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好，我知道了，他没有说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会比较信任他，就是我们之间我不存在这种信任危机，就是我永远觉得说他可能我都那么去就是指引他，或者说就是在表达很夸张的东西，但是他没有迎合我，那说明他真的不喜欢，不自在，能懂不？对，所以就是说什么只跟你怎么样这种话题，我觉得年轻会相信，现在不会相信了。对，年轻的时候会相信，现在完全不信。还在拍，就是马上要拍了，一对儿不做一的，你觉得一对儿不一零的人，不做一零的人正常吗？我觉得正常吧，因为，我在刚进圈子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做一零，因为我会觉得，脏。我说实在就是脏，我会觉得那个东西脏，就是当时就会觉得脏，现在不觉得了，就当时就会觉得很脏。那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嘛，对吧？我痛，那你多做2回就不痛了啊。对，那就对，就是有的人会，对，就会脏啊，就是他怎么会，对吧？他怎么会用那个地方？就是对，就是会脏，你就是不能细寻思，你知道吗？这种事儿对。现在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 OK， 我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提供情绪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粗口啊、称呼啊，就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你要说没有这些事儿吧，我也能接受，就是我对那方面，就是我唯独要求的是什么？就是真实。就是我对那方面的要求，我要求另外一半就是真实，因为他稍微假一点我都能看出来，就是他稍微假一点，他的语气不对，他的状态不对，其实我都能看出来。你不要假嗨，就你不要假嗨，就是其实你真的就是你的状态，其实你会写在脸上，肢体语言上，对。对，你要演的话，其实就是不自在。对，有的人会演，就是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可能这个会被封掉，你知道吗？对，可能会被封掉，但是我一定要说这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自己是小喷泉，我说啊，怎么可能？我说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但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是故意喷而喷，对，就是故意喷而喷，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喝水，然后会使劲的那个，就是想尿，但是其实那个不是自然的生理反应，你们能懂不？就是它不是正常的生理自然的，你的身体给的反应，
它是为了有而有，为了画面感而画面感，你能懂不？就是我不讨厌我不讨我就我不讨厌这个事情，但是我是觉得会干嘛？对，干嘛？就我不喜欢这种，嗯，对，我不喜欢这种，嗯会真的会喜欢，我不喜欢，我会觉得完了，床单也得换，就我是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干嘛？对，我不要玩这些东西，就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反应，就是我能看到，就比如说有的铃你碰它会发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哎呀绝了，我就绝了，我就觉得就这种发抖的铃，我就觉得牛逼，哎，真牛逼。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真实的身体给你的反应，这个是非常，就是有自豪感的，就是的那种，就是说那种成就感。就有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想要什么，你也发抖啊，对，有对象有了，对象在那块装睡呢。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反正我追求的就是真实，有的一喜欢被夸，所有的一都喜欢被夸吧，对，但是话不要太密，有的跟个话痨似的，哎呀，好密呀，就是他在那块就是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是那个推主叫残念，他话好密呀，他就残念的话好密呀，我就觉得啊，他干嘛？他说这么多干嘛？就好密啊，这个残念，你知道吗？这会分散我注意力啊，我就要不要跟他对话呀？要对话，我就在想怎么去说，你知道吗？这个就会分散注意力啊。对，对，好了，不讲这些了啊，咱们就是适可，对，对，不要讲这些了，对，所以其实我人生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过去一半了嘛。你看我现在33了，我过去一半了，这过去一半其实不想演，我也不喜欢别人跟我演，我也不想演，就是我很抵触这个东西，就是你也别让我太累，你跟我亲你也别太累，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该是什么样好，那咱们就正常就是什么样啊，对，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零都喜欢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一啊，同意我这句话不？就是你们其实大部分的零其实都喜欢稍微年长一点的一，就是比如说比你大一点，或者说比你爸大一点啊，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喜欢这样，那其实，但是很多的小朋友又不明白，就是说年纪大的就是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觉得现在直播间里至少都是在20岁左右的，20岁左右的，可能你们喜欢的是在30岁左右的人就是你们20岁或者说25岁，你们会喜欢30至35甚至40岁的这种
啊。但你们知道，就是说35岁到40岁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你们其实都不知道。我给大家，就是可能你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很难懂，或者说，哎呀，他好像就是经常会让我猜不透，他好像不喜欢我。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他需要的是什么？我跟你先分析一下这个年纪的就是他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个年纪的同性恋大概都是说已经结婚了，或者说家里正在催婚，或者说他正在找行婚的对象。所以这个年纪的同性恋其实在家里的这个婚姻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去烦他啊，你尽量的就是说陪在他身边就可以了。你别说你怎么相亲去啊，你还要结婚呢？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结婚咱俩怎么办？就是我觉得你说这句话就等于就是在逼他跟你分手，因为他这个年纪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可能你30岁的时候你也要经历这个事情，所以你只是没在那个阶段，所以你就不理解。但是其实他们正在经历这个事儿，非常烦恼的啊。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30岁的人，他可能只想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逼到每天那个脑门上了，他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所以他每天都是面对这些事儿。第二种类型就是哪怕他已经结婚了，但是他有孩子，而且孩子肯定年纪很小，不到5岁，30岁、35岁，就是他的孩子顶天也就是5岁。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这个结婚的同性恋能有一点自由？我觉得在孩子上初中以后，他可能有点自由，他可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孩子基本上在7、8岁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你想让他生命当中大部分有你，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就算是孩子让自己生活自由了啊，他已经就是上初中了，但是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他们还有老人。40岁、35岁的时候，有一批中年人的爸爸妈妈已经开始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有的可能在住院，有的可能就是老伴走了一个，就剩一个妈妈了，或者是就剩一个爸爸了，他需要精力去陪伴他们，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综合这3点，你说他怎么可能把精力全部放在你身上？这3个事儿其实就是堆在自己眼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你们就要找这个年龄段的人，你们觉得他成熟，但是他有很多东西要兼顾的。最后一点，30岁至35岁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精力，这个时候我们要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事业。这个年纪，如果说一个男的天天陪在你身边不去工作的话，你敢要吗？孩子们，你们敢要吗？一个35岁到40岁的男的，他天天不工作，然后天天就儿女情长的，你敢要吗？因为他在40岁的时候他不努力，他45岁他有这个想法，他都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体力了，对吧？那你到40岁到45岁的时候，人生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的一个阶段了。那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享受结果了？我们是不是要享受结果了？特别是在45岁的时候，基本上老人就是也解决的差不多了。真的，我说实在话，就是45岁的时候，基本上家里的压力已经基本上没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需要谁啊？需要有个人陪他一起去享受。因为你记得，一个男人的成就感绝对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的充实感，是来源于别人跟他一起去分享给他的一种反馈。大部分男人都是虚荣的，
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分享他的胜利的果实，需要有人去赞美他，需要有个人去依赖他。所以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课题是什么？讲的课题是大家找对象不要找30岁到35岁，应该找40到45岁的。这个年龄段其实是最有科学依据、最保险的。就是我们这个30岁至35岁还是在成长期，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一些任务要去做，但是40岁到45岁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对，你们能听懂就行，就你们要找一个男的，一定是他。我不要求你们找有钱的，但是一定是他的状态适合谈恋爱的，就适合谈恋爱的人。年底能看到新的吗？应该能，应该能，你必须说一下为什么35岁以上的喜欢年纪小的，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就是有一部分是喜欢年纪小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喜欢，稍微心底是会觉得说年纪长的人就会更好一点。只有一些我觉得是自信的人，或者说就是自己没有那种需求的人才会找年纪小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保护别人了，给予别人，我觉得这类的人其实比较少。我就这么跟你们说，我身边40多岁的人还喜欢哥哥呢，他们喜欢50多的；我们身边50多的，他们喜欢60多的。你们能懂吗？就是喜欢年纪小的人其实比较少，就是像我们这种人比较少。就是我觉得自信的人才会喜欢年纪小的，这是我的观点，真的好多我都不理解，就是说他们40多岁要找50、60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吗？这个就是对，但其实大多数人其实都渴望，就是说别人就是对方是一个成熟能理解对他的，甚至会给予自己一些保护支持的人。对，就是喜欢年纪小的比较少，我只能说比较少，不能说没有。我觉得如果说是比例的话，我觉得是3-7开。为什么不找一个有钱的？我给大家再说一个点，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就是你们能理解就理解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如果一个有钱人喜欢你的话，就是他很自信。这个自信有一个是盲目自信，有一个是真的很自信。这个真的很自信，包括心理的自信和物质的自信。所以说，就是喜欢你的有钱人，基本上有很大的几率他真的很有钱。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那些就是没有特别有钱的人，可能他们处于一个就是中上等的一个水平的话，在你的眼里可能他们比较有钱，但是他们心里可能去勾更有钱的人。所以与其是这样，你干脆就找最有钱的你不要找那些就是有点小钱的，他肯定是向往着比他还有钱的男朋友。对，你就直接找那种最有钱的省掉这个对，就是不要走那个弯路，就直接找最有钱的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好多人，你看着就是挺有钱的，就可能你们会觉得说百里屠夫挺有钱的，但你说百里屠夫不想找个有钱人吗？想就看他心里怎么需求。对，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心里的诉求就是说，如果说我找一个
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是我最需要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干影视方面，那如果说有影视圈的大佬去扶我一把，然后又是我的菜的话，我是非常开心的。对，这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你具体去怎么选，其实是针对于就是说你对世界的一个了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突然人生当中出现了一个就是能帮助自己的人，赶紧抓住机会。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们反复的就是分析这句话，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几斤几两。当你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的时候，你就要去衡量自己有多少几率能跟他在一起。我经常会自己得出结论说，这个人他可能喜欢我，但是我俩不适合。或者说，这个人我可能挺喜欢的，但是我发现他没有那么喜欢我。对，你自己你会要去分析嘛，你就会杜绝，从根本上就是说省掉了很多的烂桃花嘛，对吧？剧里会不会有大尺度的戏码？很期待。那给你推荐一个软件叫 Twitter，在那里边你花点小钱啊，去那个开个那个 VPN， 你就可以看了啊。对，现在叫叉了，对啊，给你推荐这个软件啊。有钱的有机会遇到，有钱只是你觉得有钱，就是我现在就是认可这句话，就是你觉得有钱的人是你觉得，不是他真的有钱，他心里会觉得自己没钱啊，对。没有真正就是所谓的就是说绝对的有钱人，绝对的有钱人，反正我接触不到啊。对，真的，我身边有好多，就是那个有一个阶段，我会觉得说，我身边好多优秀的人，然后我曾经喜欢了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他其实比我大个1-2岁。然后呢，他在北京开着奥迪，然后又工作也比较好。当时我就觉得他其实在北京能开车，在当时的我那个阶段，我就觉得他算是有钱人。但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好爱，就是他好爱跟有钱人暧昧。他暧昧的原因，其实他就是想攀高枝嘛，对。现在我回过头看，他在北京开个奥迪，和我现在在深圳开个奥迪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没房，然后在打工。现在我可能比他还有钱，所以，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穷，对，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穷，就是只是某一个阶段你觉得那是有钱，其实不是。有钱人好多，而且他们有钱的情况真的是好。就比如说我在北京，我在上海就是简简单单吃了个饭，然后呢，我就那个，因为我在上海，就是我在北京、上海，我特别爱吃一个面馆儿，那个面馆叫和府捞面，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知道就是和府捞面吗？就是我在北京、上海的时候，我特别爱吃这个面啊。深圳有，但我在深圳我没怎么吃，因为我在深圳我不知道嘛。我在上海，然后我那意思就是说我去吃个捞面，我就说特别喜欢吃那个面。然后紧接着那个我们在一个饭局上嘛，后来他说和府捞面，然后就把另外一个人叫过，他说来，那个这个喜欢吃你家的面，我说然后他是和府捞面的老总，就是
这上海的局就是这样，你知道吧？这河粉捞面，我就说我喜欢河粉捞面，我说啊，完了那个人真的是河粉捞面的老总，就这样。你能说他们有钱吗？他们可能对于你来讲有钱，但是对于那个饭局里边的人来讲的话，他们只是朋友。因为饭局里能坐在一起的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人，只有我是少数，就是可能不如别人的人，对，但是我在这个局里边，仅此而已。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在朋友周围，可能他们是比较靠着别人往上走的人。对，你这个你不能去定义说有不有钱吧。颜值到了才可以，颜值到位了才可以。跟这个没关系。起码我的生活里边，其实我这么跟你们说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应酬里边，我们会有一些好看的名媛会出现，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谈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看的人，你们能懂不？就是我们在谈事儿的时候，就是我们谈事儿的时候，或者说就是老板之间的聚会，基本上没有好看的。只有就是说老板之间的聚会啊，就是说就是大家去餐厅，或者说去那个同性恋聚会，然后会有一些名媛会参与。为什么？不是啤酒肚大的大叔，不是这样，是因为好看的人他有其他的途径，他有其他途径，就是更好的生活，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他去健身，他去直播，他找一个有钱人，他就可以获得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外表不太突出的人，我们就需要去努力，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真正在外面就是交的朋友，基本上就是我们不在乎颜值，我们在乎的是你的能力和你的眼界，跟你交流起来顺不顺畅。就哪怕你就算不顺畅，但是如果说你对我人生有帮助，或者说你对我的事业，你能给我投个资之类的，我们依然会去聊一聊，因为我们在谈生意，也不是在谈爱情。就相当于我找演员的话，就是哪怕有人长得再好看，我也不会用，因为他不会演戏，他见镜头的打怵，这种我是用不了的，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你要能演，你要不怕，你要懂，你们能懂不？我真的好看，我一般，我只能说我一般，就是跟好看的比，我其实还差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还是想脚踏实地，就是说多赚点钱吧。就是多赚点钱，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33岁了，不小了，这真的不小了。我觉得我33岁不小了，好多的身份，对，你要去保护别人，就不是我这个年纪可能不，我不需要保护，就是对，我不需要保护，对，就是，哎呀，就是被别人保护的那个状态，我已经找不到了。你就比如说，我现在演戏我也演不了那种了，就是演不了那种就是乖乖的呀，或者说就是纯爱的那种。就比如说我去演一个傻丫头，饶了我吧，就是这个角色再好，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拍，因为我演不了，我自己那个状态就不对了。你让我去演傻丫头，就是为了别人千里就是去奔现，我不行。
行，演不了，现在已经演不了了。就是我演芝麻的时候，演那个周明磊的时候，我已经很吃力了，我要在那块扮无知，哎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就觉得太不行，你知道吗？这新戏差一点，我又要演那个角色，我真的很抗拒。后来在我的争取之下，我演了一个我比较跟我接近的一个角色，就是我演不了，就是这样。戏里为什么不跟奔驰男在一起？哪个是奔驰男？哪个是奔驰男？你说龙二啊？我演的很成功，是你们觉得成功吧？我自己我都看不了。也是老板那个剧里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现实当中我没跟那个人在一起，因为芝麻其实，很多都是是我的亲身经历，芝麻很就90%多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芝麻是这样，但是你们要知道，芝麻其实是把我的一些感情经历就是揉在一起了，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可能一开始是这样，但是我又是一个成长比较迅速、变化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就是芝麻它不能代表真实的我，但是确实是真实的事件，你们能懂不？就这个事儿，它是真实的事儿，但是因为我这些年的变化是非常迅速和大的，就是我的变化是特别大的，所以就是它不是我，但是确实是我的事儿。就那个剧，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可能是一个人就是基本上没变化，然后他没有忘了初心，然后他可能10年的一个成长，但是现实的我是早就不知道初心是什么，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人都会把我影响，然后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是这样的人。能说一下龙二多大岁数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也不是一件礼貌的事儿啊。第二点呢，就是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们不会聊这个事情，就是他多大很重要吗？就是对我不重要，所以我不想了解。就是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要了解他多大岁数干嘛？就是我不知道你想知道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我不想知道，所以我没问过啊。就我不关心谁多大岁数啊，就我觉得就是对吧？新剧应该是年底吧，年底应该会上。我们拍戏的周期大概都是在2个月左右，就是我们所有的戏你们看到了，可能就十几集，然后加起来就是200分钟之类的，但是你们知道就是就那么短的一个戏，我们大概就要拍2个月，然后制作也需要2个月，因为你得后期剪辑、配乐，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精力和时间的，不是像你们想象的用手机去剪，然后用手机拍，不是那样啊，不是那样。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每次都是比较短，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在工作。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工作，你们想想一个电影它1个多小时，但是你们看那个后边那个工作人员表，你们会看到将近成百上千人在工作。那我们其实真正在工作的其实就
就几个人，我只能说，就几个人，能不能加到20分钟？不能，拍短剧目前能收回成本吗？就你们问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啊。就是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看短剧收你们钱了吗？没收。所以什么叫成本？广告收入，我什么时候有广告了？你买东西了吗？就你们问这个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你们就稍微思考一下，都知道这个问题就是好无聊。这次收费不收，还是不收，因为这次拍剧其实是为了宣传酒吧，只是为了宣传酒吧，所以我们才拍的这个剧。而且就是我可以自信的跟大家说，就是我每次拍东西都是有人赞助的，我已经不需要就是说自己花这个钱，然后自己担心这个费用的问题了，就是对，就因为我首先我做这个事情是有人在出钱，然后我用着别人给我出的钱，然后我去赚别人的钱，我这太不地道了，你能懂不？就是本身这个事儿是有人出钱让我去做的，然后我呢，我要赚钱，我首先我得把这个钱去给支持我的那个人，去给他才对。我不可能拿着他给我的钱，然后我去赚钱，然后我自己收下。这个是一个，对吧？行了，我不播了，我要回家了啊！今天播了挺长时间了，改天呢，就是咱们就是剧组见面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放点照片吧，下一部戏快上映了吗？好期待，年底，咱们一直在聊的不就是年底吗？我们还没拍呢，懂吗？来，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在哪里观看？不着急啊，你们先关注我，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这里边发布消息，因为你们问我吧，我回复不过来啊，就是你们关注了一下，然后我应该会发动态啊，不是说骗你们关注之类的，就是你们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说你们要知道，就是说你们其实关注了。抖音平台不会给我们钱，我们也不会赚你们的钱，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方便大家的沟通。你关注了，不用说你来问我来答，因为每天都有好多相同的问题。你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在不同时间进来，所以就有的问题我们回答了很多次了。就比如说，大家一进来就会说我的白头发的事儿，就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说就直接最简单的关注，然后我会发一些动态，你们就自然而然会看见了。就这样。对啊，龙二有演，龙二啊，卡爷啊都会出现。新剧是讲我来深圳开酒吧的3年的故事。新剧是讲我来深圳开酒吧的经历啊，就是我30岁到33岁的人生的阶段啊，就是你们会看，就是我的剧基本上都在讲我的生活，对，基本上都在讲我的生活啊，这个你们其实看我的剧应该都明白。自己酒吧拍的吗？不然呢？对，不然呢？你们甚至能看到大鹏的剧情啊！你们在新剧里会看到大鹏的剧情，但是就是具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是大鹏，
你们就是自己去理解，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会，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拍这个事儿，就确实这个故事需要就是把这个人物写成这样，因为，就他就是有大鹏的故事啊，对，就是会有大鹏的故事，你们就看吧，就是还等年底你们看到了，你们就知道了，好悲伤。我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理解嘛，就是人生啊，我现在已经，会觉得悲伤是常态，我会觉得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哎，你头发怎么白这么多呀，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常态。就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直播间里有多少人能懂一句话，我跟大家说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懂。就是那些有前瞻性的人、有远见的人，他一定是不开心的。就这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懂。就是有前瞻性、有远见的人，他一定是不开心的。相反，就是那些快乐的人，其实他真的就是说，他不去思考太多，所以他快乐，他年轻。就是真的有一些人，你看他年纪很小，然后他非常沧桑，不是因为他操心事儿多，是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多，那个不跟操心没关系，就是他经历的多。对，就是你真的你能做到是一个开心，也只是你某一个阶段你会开心。你要能做到永远的开心，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其实还挺厉害的。对，你34岁光头了，你变强了，光头了属实有点吓人啊。行，咱们挺厉害啊。行，就这样吧啊，大家早点休息吧。我要开车。就是真的，人生不是说操心，就是你经历的事儿越多，你的状态越，对。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蛮顺的，但是就是每一年经历的事儿要好多好多，经历的事儿多。我不像你，就这样，拜拜。